一对情侣玩游戏，男的钻进了行李箱里，女的呢帮忙将行李箱的拉链给拉上。然后呢，女的上床睡觉了，结果男的在行李箱里被困了11个小时之后，活活的给闷死了。那么这到底是意外呢，还是蓄意谋杀呢？大家好，我是海岩，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下这个案子。2020年2月24日，美国佛罗里达州警局接到了一通报警电话。911, what is the location of your emergency? 4748 France Court. Is this a police or medical? My boyfriend is dead. 对方呢是一名42岁的女士，名字叫莎拉。她跟接线员说，她的男友死了，她死在了行李箱里。警员和消防人员马上就开车赶往现场。在现场站着的这位女士呢，就是报警人莎拉，42岁。出事的是她的男友乔治，也是42岁。现场呢还有一位穿蓝色上衣的，是莎拉的前夫布莱恩。这呢就比较奇怪了，莎拉的同居男友死了，前夫呢为什么会在现场呢？这个呢后面我们会来解释。我们先说莎拉。莎拉呢最近刚刚和前夫打完了离婚官司，她和前夫生活了近20年，一直呢认为前夫是在拖她的后腿，和前夫能够离婚分开呢，她觉得很高兴。另外呢，在离婚之前，她就和她的自己的男友乔治好上了，并且呢两个人已经同居。按照莎拉自己的说法，昨天晚上她和男友乔治过得非常愉快，他们两个人喝了一瓶葡萄酒一起画画玩拼图。天黑之后呢，他们觉得还不够尽兴，决定呢玩一个更加有意思的但是很幼稚的游戏，那就是捉迷藏。莎拉呢先躲到了楼上的浴室里面，但是乔治并没有上楼去找她。于是呢，莎拉自己下了楼，觉得这个游戏也不够刺激这时呢，身材瘦小的乔治看着客厅里的那个行李箱，突然冒出了一个主意。你看我那么瘦，我如果钻到这个行李箱里，你把拉链再给我拉上，是不是很有意思呢？莎拉觉得这个主意很蠢但是也很有趣。于是呢，乔治自己就钻了进去，蜷曲在里面。莎拉配合的把拉链给拉上了，但是他声称他特意为乔治留下了2根手指头的宽度的缝隙，让他可以随时自己拉开拉链出来。他说当时两个人都在笑，然后呢，莎拉觉得玩够了，大约晚上11点半的时间，他独自上楼睡觉了。他坚信乔治可以很快自己钻出来，然后呢也上楼睡觉。然而到了第二天中午11点，莎拉醒来的时候呢，他发现床上只有他自己。他以为乔治早就起床了，可能在楼下玩电脑呢。直到1个小时之后，也就是大概中午12点半的时间，他才懒洋洋的下楼，发现了那个行李箱静静的还待在原地。这一刻呢，他才猛然意识到乔治不会还困在里面吧。他冲了过去，颤抖的拉开了拉链，迎接他的是乔治冰冷而僵硬的身体。莎拉没有第一时间报警，而是给自己的前夫打了电话。前夫哥过来之后一看出了人命，马上让莎拉你赶紧报警吧。但是呢，前夫哥也没有离开，而是坐在了自己的车里，这就是前夫哥也在现场的原因。以上呢就是莎拉讲述的故事版本。按他的说法呢，这只是一个可怕的意外。从案发现场到警局，他还用圣经发誓，这绝对不是故意的，是一场意外而已。在警局里呢，他还说自己从小是很优秀的，小的时候考试的一般都是得到 A， 自己是多么多么的善良，人品多么多么的高尚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大好人。另外呢，自己多么多么的爱自己的男友他帮男友做了很多事情等等等等。 I did everything for him because I'm trying to help him, because I had hope in him. I love George. Love him. To this day still. Love him.莎拉说这些呢，就是想说明她不可能害死自己心爱的男友，一切都只是意外。但是警方在现场对莎拉做了简单的询问之后呢，发现一些不对劲儿的地方。首先呢，就是莎拉的本人反应。自始至终呢，莎拉没有流一滴眼泪，她表现得很焦虑，一直在为自己辩护。她担心的是乔治家人会报复她，会杀了她。心爱的男友去世了，而她只是焦虑，并没有表现出对男友去世的那种伤心和悲伤。其次呢，警察来了之前呢，急救人员在电话里让莎拉帮男友做心肺复苏，因为按照惯例，家属很有可能会误判，所以在急救人员赶到现场之前，一般呢都是要求家属给做这个心肺复苏。而电话中，莎拉一再强调她已经僵直了，身上发紫，已经挂掉了她的意思呢就是说做了也白做，还抢救个锤子呀。
电话里呢，莎拉对于急救人员的啰嗦表现不耐烦，甚至呢直接喊对方亲爹。 With that hand. Baby, I'm telling you. Just by looking at him, you can tell. Okay. Ah! Please! Okay, he just gurgled. 身体已经僵直的男友突然发出了一个咕噜咕噜的这个声音啊，把他吓了一跳。急救人员让莎拉不要害怕，继续做心肺复苏。做这种急救呢，需要消耗大量的体力，一般人做一会儿就被累得气喘吁吁。但是急救人员在电话里面没有听到喘息声。赶到的时候呢，莎拉一脸平静，一点都没有累到气喘的样子，给人的感觉是她根本就不太在乎自己男友的死活。法医对于乔治的尸体进行了初步的检验，结果令人震惊。乔治的嘴唇有撕裂伤，眼睛、额头和肩膀周围有淤伤，背部和颈部有指甲的划痕。如果只是被困在这个箱子里面，那么这些伤是从哪里来的呢？根据邻居的口供，案发当晚呢，邻居曾经听到一声巨大的重物落地的声音，很可能是莎拉将行李箱踢下了楼梯，行李箱在楼梯上滚动中发出的声音。这样呢，就能解释男友的身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淤伤的原因了。更重要的是呢，法医判断乔治被困在行李箱里的时间根本就不是莎拉所说的短短几个小时，而是长达11个小时以上。他的死因是一种极其痛苦的死亡方式——体位性窒息。什么是体位性窒息呢？就是身体长时间被迫蜷曲在狭小的空间里，他的横膈膜无法正常的运动，呼吸机逐渐的疲劳，最终呢导致无法呼吸，在极度的缺氧和绝望当中死去。真正的转折点是来自莎拉主动交给警方的手机这个比较有意思。莎拉为了证明自己是清白的主动要求警方来检查她的手机。也许她是太自信了，也许呢是她真的喝断片了，忘记了这个手机里面有藏着什么东西。当警方的数字取证员恢复出了2段被删除的视频之后整个案件的性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让我们来看一看第一段视频，是拍摄于2月23日晚上11点12分。Sarah. For everything you've done to me. Sarah. For everything you've done to me. Sarah. You. Sarah. You. Sarah. Stupid. 视频里那个蓝色的行李箱面朝下放在地上，我们可以清晰的听到里面乔治在箱子里面痛苦的扭动，用尽了全力喊着莎拉，莎拉，我快不能呼吸了，莎拉，求你了。而视频之外呢，传来的是莎拉冷静甚至带有嘲讽的声音，她笑着说，这是你的报应，你对我说谎背叛我的时候，我就是这种感觉，现在轮到你了。视频里呢还听到她说你应该闭嘴之类的话。这段视频长达2分钟，在这2分钟里莎拉完全没有提供任何的帮助，她只是在记录，在嘲笑，在享受这个惩罚男友的过程。11分钟之后，第2段视频出现了，乔治的声音已经变得更加的虚弱和绝望，他还在喊着莎拉的名字，祈求她能够放自己出来。而莎拉的声音呢，带着明显的醉意，但是依然是无动于衷。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一次行李箱被翻了一个面，朝上放着，这也就进一步证实了莎拉曾经挪动过这个行李箱，或者说将行李箱滚下楼梯。为了搞清楚状况呢，警方还专门调查了莎拉和她男友之间的关系到底怎么样。结果呢，让警员们非常震惊。莎拉和乔治同居3年多，关系极其的不稳定，充满着争吵、酗酒和暴力。别看乔治外形比较瘦弱但是占有欲和控制欲很强。只要看到莎拉和别的男人说话，他就很生气多次因为吃醋而殴打莎拉。而在邻居们的眼里，这一对情侣当中最不好相处的人是莎拉。她总是以自我为中心，而且喜欢酗酒然后呢发酒疯。前夫哥呢就是因为莎拉酗酒才跟他离的婚。2018年，莎拉和乔治在酒吧里发生了争执，回家之后继续打架。莎拉呢指控乔治踢伤了他的眼睛，而乔治则说是莎拉先掐他的脖子，双方互相指责，报警，但最终都没有起诉。2019年6月，两人再次爆发了激烈的冲突。莎拉呢报警称乔治因为吃醋殴打他，还威胁要杀他。乔治呢被警方给逮捕了，但是很快又被释放出来了。3天之后呢，两个人又和好了，又睡在了一张床上。他们2个人就这样分分合合，报警又撤诉，2个人这样闹来闹去呢，连他的邻居们都已经习以为常了。2个人半斤对8两，都不是善茬。
他们的这种扭曲的关系呢，让暴力不断的升级。所以呢，案发当晚，当乔治自己钻进行李箱的时候，莎拉看到了一个绝佳的惩罚对方的机会。他不仅完全拉上了拉链，还把行李箱反了过来啊，让拉链的那面呢压在下面，来彻底断绝了乔治自己打开的可能性。他拍下了他痛苦求救的这个视频，作为自己报复的战利品。面对视频这个铁证，莎拉呢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呢开始狡辩。他先说自己不记得拍过这2段视频，然后呢又说自己喝醉了，最后呢又开始强调自己从小是优等生，是一个好母亲，绝对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他还说他以自己的儿子的生命发誓，我不是故意的。最后呢，他强调自己那晚喝醉了啊，不记得自己拍过视频。要知道啊，刚开始他说什么呢？他说他和男友2个人只喝了1瓶葡萄酒，所以怎么可能喝断片呢？警员指出了，你拍摄的视频当中，男友曾经向你求救，男友表示自己无法呼吸，非常难受，而你只是讽刺他，然后上楼睡觉。你就是故意让男友留在那里等死，你不能逃避这一点，你是故意的，因为没有人把你拖上楼，是你自己上楼的。You guys think that I intentionally... You did. It You got doesn't up matter off what the couch it doesn't and matter walked what up we the couch, think. or walked up the stairs and got into bed. That was intentional. There's no way getting around that. You intentionally did that. Nobody drug you up there. You didn't float up damn stairs. Okay, well, it's not fair. It's not fair that you guys keep trying to say that that's what I did. Okay, you left him in the bag when he's begging you, saying, I can't breathe, let me out, and you said, fuck you. And you got up off the couch and went upstairs and left him in that bag. Not intentionally. Again, I would never do that to George. you did. 警员让莎拉站起来，然后给她戴上了手铐啊，以2级谋杀罪正式逮捕了莎拉。由于莎拉极度的自恋和控制欲呢，她先后赶走了为自己辩护的6位律师。她要求律师必须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她的案子上面，不能接其他的案子，这让所有律师都无法忍受，纷纷退出，都不愿意为她辩护。莎拉呢，在监狱里写信给律师，也曾写信给法官。大篇文字都在抱怨为什么没有人给自己做辩护律师，他也抱怨法官不作为，还抱怨隔壁的监狱犯人太吵，抱怨监狱里的饭菜不好吃等等等等。当然了，还有一小部分呢是在夸他自己善良、知书达理、心胸宽广、小学成绩都得 A 等等等等。莎拉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变态人格让谁都受不了。这个案件呢，因此被一拖再拖，最后呢，第9位辩护律师接手了他的案子。律师建议他和检方签订认罪协议，这样呢只需要坐15年的牢，而他呢已经在监狱里面待了4年了，再坐几年牢的话就能够出狱了。因为有手机录像这个铁证，如果上法庭的话，很可能会更糟糕。而这个莎拉呢，不管律师的劝告，他相信自己的故事一定能够感动陪审团。直到2024年的10月，法庭呢开始审理他的案子。莎拉在法庭上讲述了他那个捉迷藏的故事，结果陪审团仅仅用了不到2个小时就裁定他2级谋杀罪名成立。由于莎拉在法庭上的出色表现，同年12月，法官判处他终身监禁，不得假释。判罚下来之后呢，有网友就说了啊，简直是魔鬼的化身，幸好他没有接受认罪协议，愿死者安息。他会后悔没有接受认罪协议，本来再坐6年就能出狱了。无论看了多少遍，每次听到他呼救的声音，我依然觉得无比痛苦，太可怕了。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您对这个案件有什么看法呢？您觉得这是一场失控的意外，还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谋杀呢？欢迎评论区里留下你的想法。这里是海盐说案，我们下期再见。